哎，我还没唱完呢，这歌怎么没了呢？东北是大年早起拜年还是小年？大年。大年初一，对，就开始。其实，你像大年30晚上啊，过0点之后，饺子吃完，哎，这边鞭炮一放，就开始打电话了啊，那个过年好啊，我家人们我记得啊。他杀青连线，那连哪去了？这说明没杀了吗？小时候过年，真的家人们特别有意思。我姐就是我二姐，跟我姑，然后我爸我妈，甚至可能我大姐他们，都来我爷爷奶奶家过年。就一帮人哈，整个桌子，这边沙发上就是嗑瓜子儿、嗑花生、吃花生，完了打麻将，完了这帮小孩呢就是看春晚，对，打扑，对，全这活儿。完了那个，你像如果说，打麻将人要是手要是够了的话呢，一般我爸这人有意思，就这人就是困，一点不赖学啊！我最乐意过年，必须的。我爸直接就是睡觉，睡大觉啊，人家就是打麻将啥的玩一玩，我爸困，就往那个次卧呱一躺就开始呼。我都上不去我家麻将桌，怎么的呢？打的都火急火燎一个，打的凉快似的。我们这边不让放炮仗，就是小时候是最有意思的。完我奶家以前有个大缸，就那我小时候那得什么钱？你像7、8岁啊，是吧？反正小人不高，我跟我二姐俩。给那个缸里，就缸子跟我差不多高了。我要是掉缸里，那出不来了，都能淹死我。就放缸里，完了那个里边扔点那个硬币，完了哎抱着我跟我姐，就手去缸里捞钱，说那个来年挣钱。啊，就是这种项目。完了，你像。这是就玩完之后，可能是说开始10点多钟就开始，哎，这边和馅儿，这边擀面和面，哎，包饺子，就真包饺子，一家人围桌就开始包饺子，包点钱呢，包点钱，那刚放的是冻饺子吗？不是啊。吃饺子吃撑都吃不到钱，我们一般不会让孩子吃撑啊，就家里人都帮着挑啊，吃钢镚给钱吗？不给，吃钢镚你这钢镚你就留着。
你吃多少钱你就留着多少钱。一天，小时候有意思。完了，你像大年初一，哎呦，说到小时候过年，就那个不放炮啊，家人们，就是你窗户门全关之后，你在屋里你都听不着说话，外面的放炮放的都叮咣了。那是什么前儿？2000几年，2000几年，对，那就跟外面像打仗，就像那虚里，就像那种狂轰滥炸的。对不起。完了，你像半夜吃完饺子之后，那家里人就领我们领小孩出门，哎，那全是放鞭炮的，咣，就那广场，我奶奶家出门就是广场，全是人。你这家伙，你要是跟你妈你爸手拉不住了，你就给你挤丢了。就过年那段时间，每天呢外面的空气都是那种火药味儿。对，我爷一整就拿电话打电话，这个，哎，过年好啊，过年好呗，完那个过年好呗，完这个那个的。完了，这是大年30，大年初一是干啥我忘了，反正记不住。大年初二有意思，大年初二吧，就是我们家亲戚，你像我姑奶，就是我爷的弟弟妹妹，那家伙就来家里串门了。我奶家本来这屋不小，其实不小的，那人乌泱泱的就进来，门口的鞋都摆不下了，都摆走了。最喜欢的就是大年初二啊，大年初一、大年初二就这2天，来一个人就是给钱，那是真给钱。完了，屋里摆好几张麻将桌开始玩。除夕第一口吃的钢镚和吕布跳大跳舞那个更拜拜。这个你问我哪个更权威啊？我觉得你分什么时候。你要是在我小时候吧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吃饺子吃到钱更美好。虽然说那1块2块3块的，是吧？它没有多大分量，但是在我们心里就是一种吕布跳大跳舞，还得是在龙坑，龙坑，哎，风暴龙光一脚炸起来之后，吕布再来一个大，再把龙一抢。说别都白费了。喜欢27、28吃炸的吗？有没有小时候拿炮仗去炸过一些该哪是该炸哪是不该炸的？我啥时候请你撸串啊？撸串你等我杀青子吧。家人们冲能。你现在也发红包，我现在发呀，都多大了，肯定给人发红包。很怀念出家前在村里跟爸妈过年，对，那会儿也是非常美好。你看怎么唠哎呀，大晚上唠这些事儿，反正也挺好玩的。这些场辈分高，我辈分不算高。我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高的辈分，我现在最高的辈分，我就是舅舅啊。这样拿我东北的，我辈分高，跟甄姐能比了吗？厕所炸厕所啊？那你们是你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恶心人呢！你们是。
约小外啊，你看张老师，你说一下那个新剧的沐浴戏法咋拍的？想听。二姑，你终于来。当曾祖母了，哎，曾祖母是什么呢？祖母是奶奶辈儿，是吧？曾祖母太奶辈儿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小子酝酿一晚上了，哎，我二姑酝酿一晚上了，可算脱口而出了。沐浴的戏，哎呀，沐浴戏那天其实成都那天嘎嘎冷，因为我们在青城山附近，青城山它比成都市内还要冷很多啊。完了，我们那天反正就是包的那个温泉酒店嘛，去了之后，我衣服一脱，我就要下水了，对吧？家人们，你就汤泉，你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说，你不亚于真就是吕布跳完大之后，马可接个大，就是这种含金量啊！我看着呢温泉水啊，它里面有什么奶浴呀，有什么那种矿物质，什么那个硫磺啊，脂肪，我就想往里进了。啊，完那个我们那个老板说，哎，张小航听我的，张小航听我的，你别进去，你进去的话，等一会儿开拍了，你出不来了，你在里面再泡迷糊了，你咋整啊？我说还行，我这东北成天泡澡，我惧怕你这小温泉了，我就进去了。他说那张文涛，那你泡一会儿，你出来你就是晾一会儿。Oh no！ 寒梅杀青，吴家路老师，老铁，嘛呢？你怎么能食言呢？没关系，现在我代替吴老师，没关系。你们看着我就相当于看见了，这半屏是吴老师啊。连线他在拍呢，吴老师要是收工，要是杀青的话，他自动就会上麦了啊！家人们也别催，让那个露露好好拍戏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提前祝吴家路老师杀青快乐啊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不能在我下播之前赶上呢？抓紧拍！感谢露露跑车，感谢，可以了，停止，可以了啊，停止吧，猪头，停止。谢谢。没事儿，我先替你撑一会儿啊。等我明天 ，OK， 没有问题啊，明天。明天吴老师再不来的话，那就不是一辆跑车能解决了的事儿了啊！好嘞，等你明天。好嘞，好。不礼貌，谁不礼貌？你赶紧去好好拍戏啊！没事儿，这边有我呢。去吧，好好拍戏。看到你的评论了。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刚才你好好多让你说成哥们，愁死了。那我咋说呀？哦，对，泡温泉，对，泡温泉。完了，我就是没听劝，我就下去了。刚下去的时候感觉，哎呀妈，那还有点烫呢，有点烫脚呢。一点一点试下去之后，哎呦，家人们泡的是真舒服，
太舒服了，挺好，真挺好。完了你泡一泡，你感觉浑身就是有点发汗了，开始，那属于到位了，真是泡到位了，家人们啊，小头哎开始冒汗，身上开始就是那种开始舒适了，就困了人啊。完我就要出来了，我就出来，我寻思去那个休息室是吧，躺一会儿迷糊一会儿。要不怎说呢，家人们，有句话咋说来着，就是你每当你想要上厕所的事儿，上厕所的时候，你身边必出点事儿。那句话怎么说，反正我忘了啊。哎，我就这是准备披上浴巾准备走了，来拍这场。家人们，我开始，我倒是脑瓜嗡一下子，我说，可不可以稍等一会儿，让我缓一缓，早上还没吃早饭，那就有点泡虚脱了。完，我说寻思，那行吧，反正咱那个拍吧，拍没事儿。停一会儿，我寻你就这点戏，你能拍多长时间呢？开始了，说啥来啥，真的，就是有一种你在开高速的时候，你突然你肚子疼，就你上高速的时候突然肚子疼，完了你一看你这个导航还有30多公里到服务区。开始了，上劲儿了。来，张涛，你先在里泡着，我们给你拍点空镜。我自己一个人在躺在这池子里面开始了。来，张涛，把眼睛闭好，来，我们开始，3、2、1，走，拍了一点空镜。当时我就迷糊了，我寻思我上岸边待一会儿哈，我一起来我是迷糊了。看到你评论了。看到了，完了，我刚准备要出去的时候，来，女主来下水。这我再给你们形容一下啊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在跑高速的时候，你突然感觉到肚子疼，你好巧不巧，你的副驾驶把你的座椅加热给你开开了。哎，我真是雪上加霜，难上加难呐！心疼了，然后没办法，硬着头皮拍呗。然后女主她那个啥，哎呦我，咱要不说呢，吴老师真的是非常贴心。他给自己，因为他自己没吃早餐。他给自己点了一份麦当劳，因为它里面他点的那个早餐，麦当劳，他那个套餐里还有薯饼啊，是吧？有一块薯饼，还有一杯豆浆。他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要不要来一口我的汉堡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老师，我很感谢你的这个一番好意，但是呢。”你吃过我的东西，我不可以动了。你吃汉堡，你吃那薯饼，你要不要吃？说薯饼也不吃了，当时要吐。我说我薯饼我也不吃了。那这样吧，你把豆浆，老师，你把豆浆给我吧。快，你快喝2口，咣。豆浆干了，哎，还能好点。豆浆最起码它里面有点糖分，哎，还能算是能撑一会儿。不是洁癖。这不是洁癖的事儿，这是边界。你能说你女生吃过东西光你上去咬一口，完我吃过东西光你给人咬一口，那不对呀。从小那语文书里、数学书里，他就是12科，他就没教过这事儿。
啊。完了，周开始给我整点这水呀，整那水呀，完事喝点豆浆啊，好了。这算是缓解了一点啊，但是没好，就硬是给那场戏拍完了，家人们。出了下差点让人掺着出来，真是。要不说呢，你说人有时候你得听劝，下次还泡，但是我肯定不提前泡了。就你老人说话肯定是对啊，就说张云涛你泡不行，你不能那么泡，你等一会儿的，你等开拍你再进去。我说我先预热，我还跟人说，我说我预热，我试试水温，我那个适应，你适应吧，你差点适应进去。泡发了，那手给你泡的那都。泡的像那腐竹似的，之前没有，确实是就是泡时间长了，再加上没吃早饭，但是我觉得我体质不会这么差，就这一瓶一直喝着呢，不是说我体质差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本来那场戏，孙佑宁要来亲我。但是他最后没亲，这点我很不爽啊！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看到了那个冯汉洲，他拿我当啥呢？啊，拿我当节目演呢？搁这儿，你是谁？我是凤燕。Hello。明，对不对？你拿我开涮呢？你搁这儿泡天白挺好看，哪玉子能不好看吗？拍戏现实不愁啊，因为你大度，这不是大不大度的事儿。你自己家媳妇儿跟你泡温泉，本来要跟你进行一些亲密的互动。完他看了眼别人，上来跟你旁边假装整两下子走了。你是个老爷们儿，你真的，反正就我挺生气。你首先你加上在水里泡的那个不舒服，再加上你生气，没有办法，气的。非常不是滋味儿，给我手泡揪揪了，我心也揪揪了。他以为我喜欢白月光，你看总是他以为，就我是最受不了那种男女处对象处大象的，一整就我以为你怎么样，我以为我怎么样，你俩没张嘴呀？啊，不会说呀？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好。两个人相处，你看着是两个人，但其实是6个人。你、我、你眼中的我，你眼中的你自己，我眼中的你和我眼中的我，一共6个人。所以说你们必须要，你们想到什么就要说出来，不要总是我以为你以为，好不好？跟我说台词，什么事儿？那表情跟生了气似的。什么事儿？装，当时是装的，其实内心已经把控不住了。说了你也不看，看着呢，还有身后的军师站了很多人，你看，里里外外的，有些男人会记仇，吵架翻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啊，两个人吵架。不是不可以吵架，可以吵架，但是看看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你们到底是为了这件事儿
去争论这件事儿，去解决问题而吵架，还是说你们真的是想吵个输赢去吵架？那就没意义了。一切以解决问题，对吧，为前提的吵架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吵架我都扇我自己。二姑啊，通透，鼓掌。有些事儿不是你不说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大事我悟了。还有就是说，两个人吵架，就这件事儿千万不能隔夜啊！你吵架归吵架，但是你们的问题不能隔夜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高敏感人群吧，如果说这件事不解决的话，那他今天晚上你睡觉你就看吧，他在脑中他能给你想出10000个跟你分手的方式。就你为什么跟我吵，他能想出10000个理由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对吧？沟通，沟流，沟通交流。结果翻身看到旁边一张帅脸，瞬间气消了。二姑啊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啊。还有一种就是彼此都忍到最后，一下爆发那种后果很严重。所以说不能忍呐，不能隔夜呀，对吧？张涛回来了，还有不是 Hello DEWI。你是这样式儿，我不是啊，我都没经历过这事儿。我会想整死他100多种方法。听不懂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咋讨论话题呢？你这是讨论话题吗？啊？是不是不爱了？什么不爱了？我觉得不是，我也没听懂。你看，为什么没听懂？因为你跟我差了好几年呢。这不是这不是你当下该经历的事儿。而给我把涛涛撩的不要，你看，为什么这么有经验？因为你拍这么多短剧了，对不对？你没吃过猪肉，你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我还小，对呀，你上学呢。咱不早熟啊，该干啥就干啥。你是一个字没听懂，二姑也正常，二姑听不懂也不是，珍姐听不懂也正常，因为珍姐已经过了我这年龄段了啊。好的，现实里谁跟女主想法这么拧啊？大有人在，我这么跟你说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真不中了，家人，我腰直不起来了。哎，你现在胳膊很浓，不是书味吗？哎呦我去，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昨天练背了啊。现在就整个背阔肌加上大小圆肌加上我的这个中下斜方都老疼了，直不起来腰了，现在老疼了。但是我很喜欢这种肌肉酸疼的感觉。我觉得你是不会跟媳妇吵架那种，为啥呀？你吵架你得问什么事儿吧？为什么吵架呢？我们能把事情解决，为什么吵架呢？你气的你气什么毛病？你值不值当啊？完了，挣俩子儿全扔医院去了，书圈天才做端木。我感觉张云涛哥哥好可爱呀，谢谢。包卷了，包卷了。你我呀，已经不是那个风花雪月的美好年华了。
如果你苦海不是，如果你放下屠刀，不是那字咋说来着？范德义哦，你就慢慢跟我处不好，你自己找原因。对，我属于情绪稳定啊。范德彪后来不是研究心理学，做梦师从弗洛伊德。小唐啊，对，那是当时他劝小唐，但你该说不说，人家范德彪语录确实，你就在现在，他也是艺术，哎，那句话咋说的？如果你回头是岸，岸什么玩意儿？然后如果你怎么着，我必让你苦海无涯。范德彪劝那个小唐那会儿，王默生也是经典。你可别那么跟他叽楞了，行不行啊？能读一下那名张运涛。怎么哄？咋的了？晶晶啊，范德彪是谁？你还是年轻。性格好，过日子才舒心，哈哈哈，味儿有点对了。兴趣看了还不错，谢谢。带娃呀，带娃，目前还没有涉及到这一块领域啊，可能未来吧。未来一段时间看看。冷战3年会出2吗？不会了，当然也不一定，所有的事都不一定啊。我叔来上你的情感课了，你叔一天呢，今天给我办事去了，你叔表扬一下啊，表扬上你叔，今天这个事儿办挺明白。咬痕2的话，咬痕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涛哥这辈子也没求过人，对不对？实在不行，求导演，整个2，行不行？我就放下我这个颜面，放下我的老脸，我就跟人说，导演，我求求你了，写个2吧，行不行？家人们饿的已经狼哇的了，现在不行了。成天只要我一开播，那就开始缺失我初二，我受不了网暴了，真的是。凤翔皇2更是没有了。2的话，妹妹得活。妹妹是谁？哦，我可家人们细思极恐啊！如果初2的话，妹妹活着。其实他妹妹一直都没死，妹妹活着。妹妹活着。妹妹怎么活着呢？因为被伊登关起来了，结果伊登是大反派。你这给我吓得脚都伸被窝里了。
如果妹妹真的是活着的话，你们希望谁是最后的那个大反派？你们希望是谁？塔布拉巴勒，你希望我是大反派是吧？妹妹希望妹妹是大反派。如果妹妹是大反派的话，那可能第二部我走的可能就是一个护妻狂魔啊，就是姐妹俩必有一战，你相信我，姐妹俩必有一战。然后我肯定就是那个替女主挡枪子儿，或者是挡刀啊，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足以让我毙命的一招，那就这是第一本。如果我是大反派的话，家人们，那这就是开放性结局，你们想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我可以把莉莉杀了，最后呢，我跟莉莉同归于尽。如果我是大反派的话，我最后我给妹妹放出来，那就是黑色女王了。对，我就喜欢 B。我要自己操刀的话，真的家人们，那里面可能就全是刀了。我是大反派，我准备，我去就是我把这个消息放出来，我让李李知道这个消息，说他妹妹原来没死，被锁在了教堂里。然后背后的那个神秘人给他发消息，今晚12点，在钟声敲响第12下之前，我希望在教堂看到你，李李。然后我开始帮莉莉开始出谋划策，然后这那的。不出意外，当天晚上莉莉确实出现在了教堂的门口。然后呢，她的妹妹就像耶稣一样被绑在了十字架上，就在十字架正中间那么绑着。然后下边那个王座，它首先是个黑的，是个黑色的，全黑，看不见，但只能看出一个轮廓，是一个王座，上面坐着一个人，拄着拐杖。然后莉莉一步一步的走向他，突然叭一个大追光打在因为他妹妹十字架在我头上，然后我不是坐着王冠在他下面嘛，刮一个大追光打在我们身上，是伊森的脸来了。哇哦，家人们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，就这一下，这太阴了哥，我害怕。拄着拐杖，这上有一只大黑猫。你好啊，莉莉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哎呀，我去了！哦，我的莉莉，你还真是信守承诺呀！为了你的妹妹，为了你的妹妹，你甚至要牺牲你自己吗？我坐在那儿，
然后莉莉瞬间爆哭，她脑袋就是耳鸣了啊！原来我这么爱的一个人，是你绑架了我的妹妹，是你差点杀了我的妹妹。可以，这波摊了，家人们，这波摊了。我应该在大年30那天晚上讲，完全懂你。我的手机下掉3次，屏幕维修费能报销吗？以后你的剧要求原声，不行。伊登真有个弟弟，他以你之名藏起了妹妹，李李才会误会你，然后开始一系列破案。这波摊了，这波太摊了，家人们。那你要是双重人格的话，双胞胎男主，我觉得双胞胎男主可以，但是你最好别整那种双重人格。双重人格，我觉得这个真没法圆了啊，没法圆。就如果说是全员 BE 的话，那双重人格可以，但你要是真的想保，你想有人活的话。他只有可能是，亲兄弟吧，说一声。先撤了，害怕了。张云涛，我今天还看到你拍的最棒的姿势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要他认得我就可以。好的，小葡萄，拜拜，改天见。没事，小蕊，你看，没事儿。小蕊，可以了啊。你今天说这个，我真的吓死你！别说你大年30讲更吓人吧，我以后就要小地瓜是啥意思？人没吓跑了，他是困了，明天上班呢。带着绿色的美瞳。juice。你拍不拍星星碟？哎呦啊！想起戴眼镜了，近视眼呗。真的，我现在越来越期望你现在这个身材拍星星贴绰绰有余。我现在真希望就第2部。哇哦，好玩了哦，真好玩！就这本怎么写都有意思，只能说是什么呢？你看我们这个本吧，小河梅西1，就是说，他妹妹死这个事儿吧，我觉得太容易翻篇了，就莉莉太容易翻篇了，就只是给幕后老巢端了。你看后面他就没再交代，他为了他妹妹，就是说悼念呢，或者怎么着啊，他就是忘记了我妹妹死去的事儿，然后跟伊登永远好好在一起，就是虎头蛇尾有点儿。你最起码你把妹妹那个线好好圆圆，是不是？张老师看到我想知道你这部女主，这部戏女主是谁？女主是，来打在公屏上。对，妹妹没就提一嘴，你看多那个啥呀，就哭那么一通留影。对不起，魅力。不是留影，所以是谁？所以是谁呢？旭哥，看一眼呗。忘了，真忘了。
老师人挺好，今天我们围堵时候打给你了，你打给我看不见呢，我切不出去手机，你直接打在公屏里得了呗。对，妹妹这条线儿没演详细，吴家路不是吴家路啊。创作一个悬疑类视频，这可有点好玩了哦。哦，裘乐瑶，对，裘乐瑶一搭的，裘乐瑶老师，裘老师。哎呦我，啊，这部戏的女主是刘英。张云涛什么时候拍星贴啊？其实我看见你们说的了，我不好意思回复，主要是。球不是球吗？这字儿不念球吗？你再不拍，年过完了。行，是不是刘颖？是。仇在姓氏当中念球，好不好？快赶紧，你们赶紧撤回吧。那你为啥刚才不说？我不好意思说。他那个球前指不是一个球啊，二姑。哎呀，这谁呀？钢索，欢迎钢索变身。这大晚上的，我也现在脑子有点不好使了啊！欢迎小宝，钢索了，可不是吗？钢索来了啊！小钢小锁。家人们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得下了。钢索来就擎天柱呢，哎，钢索就擎天柱那趴戏真的是，这家给我哭的呀，真的。就你们看钢索演戏哈，他的哭就是很有感染力，那。行了，家人们，我得下了，手机要没电了，我得收拾，明天早上我得那个定妆了，啊、星星贴好，在哪里？在横店。拜拜拜拜，妥了，晚安吧。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改天再给你们讲那个《遥恒游戏2》啊，拜拜。